姆到底吃了什么恶魔果实？吴老星被打回原形那一刻，终于有了答案，或许就是罗宾花花果实的上级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寇布拉找到吴老星，询问莉莉公主的往事和地代表的含义，却惨遭伊姆的攻击刺穿身体。在一旁偷听的萨博出手解救寇布拉，火焰攻击被变成怪物的伊姆一口吞顿，联手同样变成怪物的吴老星重创萨博。看到伊姆和吴老星的形态，很容易推断他们都吃了特殊的动物系果实。去弹头岛抓捕草帽一伙，吴老星也能给出证明。萨坦圣最先抵达弹头岛，立马就变成牛鬼形态，同时在脖颈处还缠绕着黑色的焰云，与陆奇的猫猫果实觉醒形态简直一模一样。后来其他吴老星也都被召唤来弹头岛，每个人都变成一种罕见的怪物，脖颈处也都有黑色焰云，应该都是动物系能力者。不过吴老星的行为又违反了果实设定。众所周知，吃下恶魔果实，遇到海水后能力都会消失，但是沃丘利圣在大海中行走，却能保持野猪形态。还有一点比较奇怪，艾米特用霸气攻击吴老星，他们都被打回成人形态，却没有痛苦的表情，反而是伊姆跪在地上痛苦的尖叫起来。难道说是他在承受乔伊波伊的霸气攻击？就像尼可罗宾所吃的超人系花花果实，能制造出巨大的恶魔出来战斗，但是恶魔受到伤害会转嫁给本体。是否可以推测伊姆的能力和花花果实类似？吴老星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怪物，这样就能解释沃丘利圣为何能在海水中行走，因为他本身不是能力者，只是伊姆创造的怪物而已。与此同时，还能解释吴老星的不死之身。毕特圣被巨人东利和部落基拦腰斩断，萨坦圣被变身妮卡的路飞和妮卡打碎身体，从画面上看伤口处都没有流出鲜血，也佐证了他们是伊姆用果实创造的产物。如此来看，罗宾的花花果实上限还很高，也可以像伊姆一样创造多个怪物用于战斗。至于吴老星都能释放强大霸王色，难道也是伊姆将自己的霸气封存在他们的体内吗？香克斯每一次出场都会让海贼世界的格局发生变化，也是众多强者关注的对象。对路飞来说，香克斯是一位温柔大叔，有魄力，有胆识，值得尊敬。在卡普眼中，香克斯是一位实力强悍的海贼。他与白胡子一样，在伟大航路的后半段，如同君王一般统治着大海。海军对香克斯的评价多少有点夸赞他的意思。香克斯作为最年轻的四皇，拥有很好的人品，被伙伴们爱戴。红发海贼团也非常团结，船员们都是顶级强者，平均赏金是所有四皇中最高的，也被称为铁臂海贼团。为了让艾斯不去招惹黑胡子，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。白胡子很肯定香克斯的发展，从罗杰船上的实习生成长为海上皇帝。看到香克斯没有左臂，白胡子很惊讶地说：像你这样程度的男人，居然会在东海失去一条左臂。从白胡子的话中可以看出，他是在夸赞香克斯的战斗力。马尔科从小就认识香克斯，看到香克斯登船，立马提醒同伴，让新人快点离开。没有足够的实力，无法在这个男人面前保持清醒。钻石乔兹也认同马尔科的话，半吊子的承受能力无法抵挡这个男人的霸气。和之国篇章完结后，香克斯再次邀请马尔科上船，小马哥以不想给大海贼当保姆拒绝，认定香克斯是一位大海贼。鹰眼与香克斯是朋友，也是对手。在剑术方面，海军认可鹰眼的剑术超越了香克斯。对鹰眼来说，香克斯失去左臂后战斗力减弱，不屑与他继续决斗。巴基与香克斯一起长大，两人都是罗杰船上的实习生。为了照顾生病的巴基，香克斯甚至放弃了前往拉夫德鲁。巴基对香克斯只有抱怨，因为香克斯让他误吃了恶魔果实，还弄丢了藏宝图。不过在顶上战争，巴基却说只要跟着香克斯就能安全离开，认定香克斯能搞定所有海军。在顶上战争，香克斯提议黑胡子打一架，了结当年的恩怨。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认怂了，带着手下乖乖走人。香克斯在接触白胡子的时候，吴老星就说过他是非常棘手的敌人。不过庆幸的是，香克斯不会为了私欲改变世界，认定他拥有改变世界的实力。吴老星没有如此评价白胡子，是认为香克斯比白胡子强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青雉的一生有3次豪赌，用一条腿换来干掉黑胡子的方法。刚加入海军时，青雉是一位热血青年，坚持燃烧的正义，直到在毁灭奥哈拉的事件中，赤犬炮轰了一艘避难船，青雉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正义，私自放走能读懂古代文字的罗宾。他也想赌一把，罗宾真的能像吴老星说的那样，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。罗宾没有让青雉失望，从一个8岁小女孩成长为草帽团的考古学家。在和之国击败凯多和大妈的联盟之后，路飞成为新的海上皇帝，也找到了第3块路标历史正文。只要找到第4块红色石头，路飞就能抵达拉夫德鲁，成为罗杰之后的第2位海贼王。罗宾也能通过解读古代文字的能力，揭开消失的100年历史，改变世界。在某座无名小岛上，正在睡觉的青雉遇到了草帽一伙，他决定赌一把，看看这群年轻人能否保护罗宾的安危。青雉立即兵封住罗宾，换来的是草帽团3大主力的围攻。最终路飞决定让其他人去救罗宾，自己留下来对战青雉。赏金只有1亿贝利的路飞没有任何意外被青雉秒杀。看到草帽一伙能为罗宾豁出性命，青雉很欣慰罗宾找到了归宿。为了继续考验草帽团的实力，青雉将黄金电话虫交给斯潘达姆。路飞没让青雉失望，
闯入司法岛击败 CP9 组织，将罗宾抢了回来。顶上战争之后，为了应对吃了2个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青雉和赤犬来了一场赌局，两人在庞克哈萨德进行决斗，胜利的人留在海军当元帅，失败的人离开海军去当卧底。经过10天10夜的战斗，青雉被赤犬打断一条腿战败。离开海军之后，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成为第10船长。世界会议之后，青雉与范奥卡攻击巧克力镇，绑架大妈的女儿布林，也得到了黑胡子的信任。现在的黑胡子海贼团全员都吃下了恶魔果实。正如罗说的那样，黑胡子海贼团的弱点是惧怕海水，不过有青雉可以瞬间冰封海面，为黑胡子海贼团提供落脚点。如果青雉背叛黑胡子，可以让黑胡子海贼团全员坠入大海，也有机会干掉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众多强者评价陆琪的战斗力。17年前，只有13岁的陆琪一个人干掉500士兵和一整个海贼团，从此被称为 CP9 组织史上最强的人。对 CP9 组织的几位成员来说，都认可陆琪的实力是最强的。陆琪的倒立值为4000，也确实比其他几位 CP9 组织的成员高。闯入司法岛救罗宾，路飞决定一个人对战陆琪，让其他人先走，也是认可陆琪的战斗力很强，自己必须使出全力应对。在与陆琪的战斗中，路飞一直单方面被打，还差点战败。开启3档之后，才将陆琪打伤。当陆琪使用人兽形态后，路飞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最终在乌索普的呐喊声中，路飞开启主角光环才勉强获胜，自己的体力也消耗殆尽，不能动弹。在香波地群岛，传说级海贼夏奇询问路飞能从司法岛离开是有运气成分吗？也认为路飞的实力并不能打赢陆琪。路飞却很自然地说，反正都过去了，也是默认了夏奇的说法。草帽团逃离司法岛之后，青雉一个人找到罗宾，恭喜他能拥有一群可以保护他的同伴。不过青雉也很疑惑，罗宾有实力从陆琪手中逃走，为何会被 CP9 组织抓到呢？青雉如此说，多少有点看不起陆琪，认为 CP9 组织中最强的人也抓不住罗宾。路飞在德岛击败多弗朗明哥，赤犬却在玛丽乔亚找吴老星索要面子。吴老星直接让赤犬乖乖闭嘴，事情已经交给 CP0 组织处理，是认定陆琪的实力比赤犬高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陆琪为了抓捕路飞，命令赤犬派遣10艘军舰。赤犬内心里不想答应，还是乖乖派去了10艘军舰，也是忌惮陆琪的实力。萨博与陆琪也有过战斗，轻松挡住变成人兽形态的陆琪。在萨博看来，不允许陆琪伤害路飞，也有足够的实力打赢对方。路飞从巴雷特手中得到前往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，陆琪立马发动攻击抢夺，却被山治挡了下来，还让陆琪不要打扰自家船长，也是认可自己有实力搞定对方。现在陆琪正在弹头岛，目标是暗杀最强科学家贝加庞克。贝加庞克的1号分身给龙打去电话，说贝加庞克马上就要死了。难道说他认为陆琪有实力杀掉贝加庞克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盘点海贼王中的战斗神童，长大后个个都有4皇级别。玲玲天生善良，5岁时父母将她遗弃在埃尔巴夫，随后被修女带回羔羊之家。由于力气很大，一拳能打死1头巨熊，经常会弄伤小伙伴们。6岁生日那天，玲玲爆发式实证，毁掉了羔羊之家。醒来后获得了魂魂果实的能力，赏金也达到了5000万贝利。之后与长面包一起组建海贼团。大概在10岁的时候，玲玲的赏金已经达到5亿贝利。在之后的几十年里，玲玲靠着生娃果实的帮助，一步步成为4皇。凯多出生在沃卡王国，10岁时成为该国的最强战士。为了成为世界政府加盟国，沃卡王国的国王将13岁的凯多卖给海军。不过凯多靠着强大的实力逃脱，赏金也来到了7000万贝利。15岁时，凯多闯入海贼岛，大杀4方，被洛克斯看中，邀请他成为伙伴。神之谷一战过后，凯多吃了玲玲给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靠着强大的战斗力吸引世界上的强者投靠，以最强生物的名号成为4皇。17年前，只有13岁的陆琪接到一个任务，一个国家遭到海贼入侵，海贼用500士兵的性命要挟国王给钱，陆琪一个人潜入关押士兵的仓库，将被绑架的士兵和海贼全部杀掉。从此陆琪成为 CP9 组织有史以来最强的人。司法岛一战，陆琪大意败给路飞，遭到世界政府的追杀。不过在2年后，陆琪不仅没有被抓，还成为 CP0 的成员。在世界会议期间，陆琪轻松秒杀雷欧和老蔡，实力至少在大将级以上。37年前，只有8岁的巴雷特在战场上非常活跃，立下战功后被授予奖章。5年后，13岁的巴雷特吃下合体果实，战斗力进一步加强，成为最强的少年兵。15岁的时候，巴雷特在大海上流浪与罗杰相遇，多次向罗杰发起挑战，均以失败告终。随后巴雷特以挑战者的身份加入罗杰海贼团，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罗杰被处刑后，巴雷特以新人的身份闯荡大海。23年前，海军出动战国和卡普发动屠魔令，抓捕只有22岁的巴雷特。这也表明当年的卡普或者战国想单挑打赢巴雷特都非常困难。进入监狱后，巴雷特不断提升实力，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
最终败在路飞等人的联手攻击下。此时的巴雷特已经是最强海贼了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罗揭露出黑胡子海贼团的3大缺陷，路飞能否打赢黑胡子还得依赖青雉和慎平。离开和之国后，罗遭到黑胡子海贼团围剿，面对全员都是能力者的四皇团，红心海贼团并没有瞬间战败，反而打出了黑胡子海贼团的3个弱点。第一个，害怕霸气。罗与黑胡子海贼团刚交手，就被毒 Q 用病病果实变成大美女，随之红心海贼团的船员也被变成女性。罗并没有慌张，使用霸气去除病病果实的能力，恢复成正常状态。在对战大妈和凯多的时候，罗领悟到霸气能让果实能力失效，因此他不能将凯多或大妈从鬼岛屋顶传送走。凯多在对战路飞的时候也说过，只有霸气才是凌驾于一切的力量，只要对霸气的修炼足够强大，对付黑胡子海贼团就不用太过担心。第二个，没有觉醒者。被罗用觉醒能力重伤后，黑胡子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也能反映出黑胡子对果实的开发还未达到觉醒境界。黑胡子使用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，不仅没有击败罗，自己反而处于劣势，迫不得已才使用暗暗果实。虽然说霸气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，但果实觉醒带来的战斗力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如果路飞没有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也不可能打赢世界最强生物。凯多虽然说了霸气才是凌驾于一切的力量，但他使用的最后招式依旧在依赖青龙果实。和之国篇章之后，果实觉醒者越来越多，黑胡子没有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就是一种缺陷。第三个，海战劣势。在海米心目中，红心海贼团只有一个能打的，就是罗。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交战时，罗的伙伴并没有完全被碾压，贝波能及时找到敌人的位置，保护船长不被狙击手干掉。下期很清楚黑胡子海贼团都是能力者，一定会被海水克制，甚至还说红心海贼团海战无敌，扬言击沉黑胡子的海贼团。这也能得出海战是黑胡子海贼团的一大缺陷。草帽团也有海战高手，就是舵手慎平，他是一位鱼人，不仅个人实力强大，还能召唤海洋中的鱼类，是路飞能否打败黑胡子的关键因素。不过黑胡子手下有前海军大将青雉，他吃了自然系冰冻果实，能瞬间冰封大海，让海面变成陆地。黑胡子海贼团海战弱的劣势也不复存在了。不过青雉对黑胡子是否忠心还存在问号。如果青雉的目标是刺杀黑胡子，草帽团获胜就不会太困难。青雉会背叛黑胡子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见闻色霸气修炼的6层境界，雷利也才达到第3层级，最强见闻色至今还没人使用过。第6层，感知气息，通过感知事物散发的气息，读取视线以外敌人的数量和位置。只要掌握见闻色霸气就能做到这一点，也是见闻色最基础的用法。索隆在对战达兹时，能感知到任何事物的呼吸，包括无生命的石头和树叶，因此也掌握了斩断钢铁的力量。这种能力是否属于见闻色还不能确定。第5层，感知情绪，比起感知事物的气息，路飞更擅长感知对方的情绪，哪怕是动物，路飞也能感知他的情绪。这种能力是否属于见闻色还不好说，毕竟路飞拥有倾听万物的能力，或许说倾听万物也是见闻色的一种。第4层，超远探查，随着对见闻色修炼的深入，探查事物气息的距离也会增加，狙击手需要达到这一层级。在德雷斯罗萨时，乌索普觉醒超远距离探查能力，感知到罗和路飞的气息，成功狙击砂糖。黑胡子手下的狙击手范奥卡或许也达到了这一层级，能在很远的距离精准命中海鸥的脑袋。乌索普也曾赞叹过他的能力。第3层，超大探查，使用见闻色需要消耗体力，将见闻色覆盖整座岛屿，需要很强的实力才能做到。用见闻色覆盖整座岛屿，目前只有2人能做到，一个是艾尼路，他称见闻色为星网，可以探查整座空岛上的一举一动；另一个是雷利，教路飞3色霸气时，雷利能感知岛屿上所有动物的数量。藤虎弄瞎了自己的双眼，能一直使用见闻色霸气，是否可以覆盖整座岛屿还不好说。第2层，预见未来，一旦将见闻色开发到预见未来的层级，对战斗力的提升特别大。卡塔库利与路飞战斗的时候，使用预见未来的见闻色，可以说是吊打路飞。直到路飞觉醒预见未来的见闻色后，才勉强跟得上卡塔库利的战斗节奏。在鬼岛决战时，凯多也说过，不只有路飞能预见未来，说明凯多的见闻色也达到预见未来的层级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青雉提前将身体元素化躲过白胡子的攻击，也是运用了见闻色预见未来。第1层，隐藏气息，见闻色的最强用法是隐藏气息，让对方探查不到自己，即便拥有预见未来的见闻色也白扯。目前只提到香克斯能隐藏气息，在实战中却没有使用过。还有谁能隐藏气息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盘点海贼王中6个名字与能力不符的恶魔果实。第1个是4分5裂果实，巴基误吃了4分5裂果实，自己都认为战斗力很弱，香克斯却说他是砍不死的人。在顶上战争，鹰眼拿着黑刀夜砍了巴基999刀，也没对巴基造成任何伤害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从巴基当上4皇的历程来看，并不是靠果实能力，而是霸王色运气，说他吃了运气果实才更加靠谱。第2个是年年果实，
能力者是明哥的手下托雷波尔，可以从身体的任何部位制造浓稠中的粘液束缚敌人，粘液还具有可燃性，遇到火焰会产生剧烈的爆炸。托雷波尔时刻挂着2行鼻涕，一副恶心大叔的模样，说他吃了鼻涕果实也不会有人反对吧。第3个是黄泉果实，主要能力是让人复活一次。布鲁克生前吃下黄泉果实后，除了变成旱鸭子，并没有获得什么能力。死亡后，布鲁克的灵魂从黄泉归来，获得一次新的生命。斩击也能附带黄泉的冰冻属性，布鲁克的灵魂可以随时出鞘，能克制大妈用灵魂制造的霍米兹，也被称为灵魂之王。从布鲁克的能力来看，说他吃了灵魂果实也没问题，就是与大妈的魂果实有一些冲突。第4个是暗暗果实，黑胡子说他是最强自然系，拥有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，却不能让能力者元素化。暗暗果实不仅可以让吃了恶魔果实的人丧失能力，还能吸收任何事物。黑胡子能夺取其他人的恶魔果实，也与暗暗果实的能力有一定关系。从暗暗果实的表现来看，主要功能就是吸收，叫它吸果实，或者吸收果实是否会更好些呢？第5个是童趣果实，砂糖吃下童趣果实后获得2种能力，一种是停止生长，22岁了还保持着10岁孩童的模样，另一种是将触碰的生物变成玩具，并消除世人关于该生物的记忆。身体停止生长更像是恶魔果实的副作用，将生物变成玩具的能力与玩具果实才更加相配。第6个是人造蛟龙果实，是贝加庞克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研制的恶魔果实，被桃之助吃下后可以变成像凯多一样的巨龙。因为桃之助对娜美和罗宾做了一些海迷痛恨的事情，也让他成为必死的人。说桃之助吃了必死果实才更加贴切。还有哪些名字与能力不符的恶魔果实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众多大佬评价基德的实力，惹了3位4皇的铁头王是真强吗？在香波地群岛时，传说级海贼夏奇说过，基德是11位超新星中赏金最高的一人，不过与雷利相比，即便是100个超新星也比不过雷利。与此同时，夏奇更加看好路飞，也认可路飞的成就会比基德更好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基德在新世界异常活跃，挑战 Big Mom 海贼团，击败一位将星后抢走某件宝贝。乌尔基挑战4皇大妈时，击败了第4将星斯纳格。可以推断出，基德打败的将星很可能是克利贾，赏金为8亿6千万贝利。在鬼岛大战中，基德使用此果实觉醒能力，联手罗击败4皇大妈，战斗力也没有得到大妈的认可。得知路飞与罗杰蒙击败明哥后，基拉找来霍金斯和阿普组成基德同盟，却被从空岛跳下的凯多瞬间团灭。凯多并没有干掉基德，将其关入兔碗监狱改造，希望基德能成为自己的帮手，也是认可基德拥有不错的战斗力。不过在5星对战双4皇的战斗中，基德没有使用果实觉醒能力，在战场上的存在感非常低。贱兮兮的阿普得罪过基德，在凯多府邸遇到基德时，阿普露出一副害怕的表情，显然是认为自己打不过基德。没出意外，阿普被基德结结实实揍了一拳。面对4皇大妈时，罗没有傲娇，邀请基德携手战斗，认可对方有不错的战斗力。当基德使用果实觉醒能力时，罗显得非常好奇，甚至还问基德其中的奥秘，也是认定自己的觉醒方式与基德相比还有待提升。在香波地群岛，路飞、基德和罗一起对抗海军，并约定在新世界相会。结果路飞和基德果然相会了。在兔碗监狱蹲耗子搬砖，路飞没有把基德当成敌人，邀请他一起对抗凯多，被基德一口拒绝。路飞能主动邀请基德联手，也是觉得他有很强的战斗力，是对战凯多和大妈的好帮手。基德还挑战过红发海贼团，结果被砍掉一条左臂。凯多被击败后，香克斯带队来到和之国近海。战斗员莱姆琼斯说，基德那个臭小鬼不久前才与我们打过一架，难道是莱姆琼斯砍掉了基德手臂？得知绿牛准备对打败2位4皇的新时代出手，香克斯发动超远距离的霸王色震慑绿牛，并说了一句，你就那么害怕新时代的嫩芽吗？基德也是其中一人，可见赏金刚刚达到30亿贝利的基德，在红发眼中也只是嫩芽。基德拥有30亿的赏金是高还是低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盘点艾斯的3个绯闻女友，有一位已经被伊姆干掉。第一位是海军美女少尉伊斯卡，在顶上战争，艾斯被赤犬贯穿身体丧命，也让尾田被艾斯的粉丝臭骂了一顿，可能是安抚艾斯粉丝受伤的内心。尾田出了一部关于艾斯的轻小说，主要讲述艾斯率领黑桃海贼团冒险的故事。剧中出现一位海军美女少尉，名字叫伊斯卡，拥有超高的剑术，一直把抓捕艾斯当作目标。在抓捕艾斯的过程中，伊斯卡对艾斯产生了感情，可惜一个兵和一个贼注定走不到一起。期待海军抓捕路飞的时候，伊斯卡能有出场的机会，也让路飞见一见大嫂。第二位是凯多的女儿大和，来到和之国冒险时，为了解救一群被诱拐的孩童，艾斯带领伙伴潜入鬼岛。当时凯多率领百兽海贼团远征，艾斯遇上留守鬼岛的凯多之女大和。一番战斗过后，两人成为不打不相识的好友。那一夜他们没有睡觉，喝酒聊天直到天亮。艾斯一直向大和讲述路飞的事迹，在海米心目中，大和已然是路飞大嫂的人选。凯多被击败之后，大和没有跟随路飞出海，而是留在和之国冒险。桃之助是28岁，大和也是28岁。
如果两人擦出爱情的火花，桃之助死亡的日期要更进一步了。第3位是牛奶妹莫达。在追捕黑胡子的过程中，艾斯来到可可西亚王国，错误的以为长着黑色胡须的医生就是黑胡子，二话没说一脚踹了过去。因为揍错人，镇上的民众让他服流水之刑，把艾斯扔进河里。幸亏被牛奶妹莫达救了上来，才让艾斯捡回一条小命。为了报答莫达的救命之恩，艾斯答应帮莫达送信给他当海军的父亲，换上一身海军制服。艾斯潜入海军基地大吃大喝，听到有人说白胡子的坏话，艾斯非常愤怒，将基地烧毁。身份暴露之后，艾斯并没有逃走，扛着海军的攻击把信件交给莫达的父亲。莫达是第一位能让艾斯冒生命危险的美女吧。世界会议开始前，莫达又一次出场了。为了保护上交的天上金，在革命军队长们的帮助下，打败了前来抢掠的海贼桃胡子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可可西亚王国发动叛乱，也彻底惹怒了天龙人的首领伊姆，出动远古兵器天王，瞬间摧毁可可西亚王国。当时萨博也在岛上，他和莫达会有生命危险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比最老4皇还年长4岁的卡普，对7位海上皇帝实力也最有发言权。在七水之都时，卡普第一次说出4皇的存在，他指责路飞搞不清红发是何等强大的海贼。在伟大航路的后半段，红发与白胡子一样，犹如君王般统治着大海，认可红发的实力不输世界最强男人。见到红发突然出现在马林范多，用佩刀格里芬挡住赤犬击杀克比，卡普立马攥紧拳头，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说，红发是将路飞引上海贼之路的男人。卡普有如此激动的反应，也表明了红发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顶上战争还没开打，白胡子发动一波海阵，整个马林范多开始晃动。卡普一脸严肃地告诫手下的海兵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世界最强男人要攻过来了。巨大海啸差点吞没马林范多，白胡子的确拥有让卡普紧张的战斗力，一手拿着能吸收一切的暗暗果实，一手拿着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。黑胡子有点自信过头，扬言毁掉整个马林范多，带着一群小弟对抗大佛战国。巴沙斯趁机跳出来偷袭战国，本想给自家船长帮场子，却被卡普一拳从空中击落。面对拥有2个恶魔果实的黑胡子，卡普淡定地说了一句，我也是海兵，有一股能搞定黑胡子海贼团的自信。世界会议还没开始，大妈给凯多打去电话，企图再度联手复活洛克斯。卡普得知此事后，也表示出了无可奈何。相比40年前，大妈和凯多都变强了，一旦2位4皇结成同盟，会比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更加棘手，自己也没有办法应对。从渔人岛回来的路上，卡普得知大妈已经抵达和之国，很严肃地说了一句，没完没了了吗？潜台词就是40年前能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40年后也能击溃大妈和凯多的联盟。对大妈去和之国杀路飞，陶兔表现得非常紧张，卡普却是无能为力的态度。是真的没能力对付大妈和凯多，还是认可路飞有实力对付2位4皇呢？当查屯夸赞路飞的赏金涨到15亿贝利时，卡普意味深长地说，路飞还太嫩，就是个愣头青。经过鬼岛之顶一战，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也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卡普会打心底认可路飞的战斗力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盘点海军中最强的5人，战斗力第1的人打架，卡普也只能靠边站。藤虎是第5名，在种种果实的加持下，藤虎被世人称之为怪物，凭空召唤巨大的陨石，让明哥和罗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藤虎的战绩不算优异，对战刚刚吃下烧烧果实的萨博，场面上5-5开，最终以平局收场。对战击败多弗拉明哥的路飞，也没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。在玛丽乔亚联手大将绿牛对战萨博和3位军队长，藤虎的额头被打破，却让萨博一行人安全逃走。第4名是战国。作为前海军元帅，战国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还拥有卓越的智慧。年轻时的战国与白胡子是老对手，两人的战斗力差距也不会太大。在顶上战争，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打路飞的时候存在放水的嫌疑，一拳下去只是将3档路飞打漏气。井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身上缠着很多绷带，上了年纪，战斗力也有所下降。赤犬是第3名，也是现任海军元帅。赤犬所吃的岩浆果实，在3系果实之中也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对战伤病产生的白胡子，赤犬并不算劣势，自己挨了一顿揍，也给白胡子的胸口留下2个洞。对战年轻气盛的艾斯，从果实能力和经验2方面完全碾压，一个人挡住白胡子海贼团的众位队长，展现出的实力确实比战国高一点。第2名是卡普，海军中将钉子户，也被世人称为英雄。卡普没有吃恶魔果实，靠着一双铁拳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随着年纪的增加，卡普的战斗力并未减弱，一拳将马尔科从空中击落。愤怒的卡普要取下赤犬的脑袋，战国奋力按住他的头，也证实了卡普有能力干掉赤犬。与黑胡子海贼团战斗过后，战国全身缠满绷带，卡普却没有受一丁点伤，战斗力不弱于4皇。
海军中战斗力第一的人是钢骨空，也是世界政府的最高统帅。钢骨空外表健壮，左眼处有缝合伤疤，曾经与红伯爵1对1战斗，卡普也只能待在一旁观看。两人体力耗尽之后，卡普将红伯爵抓捕住，关入海底监狱。红伯爵凭借一己之力，能与罗杰海贼团并驾齐驱，战斗力绝对不在罗杰之下，也不会比卡普弱。天王乌拉诺斯是一种可以飞行的巨大兵器，能释放千万条激光束，将一座岛屿轻松摧毁。如同 bug 一般存在的天王，也会被6颗恶魔果实克制。第一个重重果实，藤虎是重重果实的主人，可以任意操控重力的方向，也可以将重力附在物体上。重重果实最 bug 的技能是从空中召唤陨石，不管天王是多么巨大的兵器，也无法防御众多陨石的攻击。藤虎还可以对天王施加重力，让其坠入大海之中。第二个飘飘果实，金狮子所吃的飘飘果实能让触摸过的物体失去重力，一旦金狮子触摸到天王乌拉诺斯，就能让其飘到外太空去。金狮子还可以让一座岛屿漂浮起来，用来攻击天王，也能将其摧毁。金狮子被路飞打败之后，飘飘果实也没有出场的机会。第三个岩浆果实，赤犬所吃的岩浆果实拥有最顶级的攻击力，在顶上战争，赤犬使用的招式流星火山向空中释放无数个岩浆弹，随后从天而降打击敌人。对赤犬来说，天王乌拉诺斯就是靶子，只能被千万个岩浆弹摧毁。第四个风暴果实，龙的恶魔果实名称还未公布，从其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来看，龙的果实很可能是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罗格镇的时候，龙知道的狂风能吹裂岩石，可以将漂浮在空中的天王吹走。龙还可以制造雷电，将天王从空中击落。第五个响雷果实，天王乌拉诺斯释放激光束时，差点以为是艾尼路在释放万雷。艾尼路吃下的响雷果实一度被认为是最强自然系，可以自由操控雷电，甚至能让电压达到几万伏特。艾尼路的大招万雷能释放出数以万计的雷电，将一座岛屿瞬间毁灭。用万雷攻击天王乌拉诺斯，能很轻松地将天王从空中击落。不过艾尼路被路飞打败后去了月球，回到地球的机会渺茫。第六个幻兽种青龙果实，刚刚被路飞击败的四皇凯多是幻兽种青龙果实的主人。凯多变成青龙形态后，可以制造出毁天灭地的龙卷风，也能从口中吐出热息，将一座山轻松削平。只要凯多变成青龙形态，给天王来一发热息，就能将其从空中击落。也难怪伊姆不敢用天王去霸占和之国。平平无奇的铁拳卡普为何拥有天花板级别的战斗力呢？在鬼岛屋顶，凯多见到路飞觉醒幻兽种伊卡果实，略微不甘地说了一句：“霸气才是凌驾于一切的力量。”也证实了罗杰没有吃恶魔果实，靠着强大的霸气称霸大海。卡普拥有匹敌罗杰的战斗力，也没有吃恶魔果实，他强大的战斗力也应该来自于霸气。对武装色霸气的修炼，卡普拥有铁拳的称号，也是武装色强大的最好证明。在顶上战争，马尔科靠着不死鸟的蓝色火焰能吸收伤害，挡住黄猿的大招八尺琼勾玉后一点事没有。当挨了卡普一记铁拳后，马尔科的脖子受伤了，过了好多天也没有恢复，可见卡普铁拳的威力比八尺琼勾玉强，也超越了蓝色火焰所能承受的伤害。至于卡普会不会流音，剧情中还没有体现。流音是将武装色流动起来，打入敌人的内部造成伤害，算是武装色的一种高阶用法，并不能代表武装色的强弱。不管卡普会不会使用流音，都不影响他拥有最顶尖强度的武装色。卡普拥有见闻色，在战斗中却没有展现过。科比在顶上战争觉醒见闻色，海军的医生建议他跟着卡普提升霸气，也能反映出卡普的见闻色修炼在海军中非常有名。从路飞与卡塔库利的战斗可以看出，见闻色存在差距，会让战斗出现一边倒的情况。在剧场版 Red 中透露出香克斯会更高端的见闻色，将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，即便对方的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强度，在香克斯面前也会失效。卡普拥有不逊色香克斯的战斗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的见闻色也达到了隐藏气息的等级。卡普是否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一直是海迷讨论的话题。虽然卡普没有在战斗中释放过霸王色，也不能否定他是霸王色拥有者。进入新世界之后，霸王色拥有者越来越多，卡普作为海军最顶尖的战力，不具备霸王色也说不过去。在顶上战争，路飞释放霸王色救艾斯，卡普表示路飞的霸王色是与生俱来的，可以确定路飞从多拉格身上继承了霸王色，同时也可以确定多拉格从卡普身上继承了霸王色。罗杰对战光月玉田时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对战白胡子的时候也展示过这项技能。卡普作为能匹敌罗杰的强者，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也合理。目前来看，香克斯的霸王色最强，能在超远距离外使用霸王色麻痹大将绿牛。卡普的霸王色是否能匹敌香克斯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海贼王中的剑术可以分为6层境界，索隆觉醒霸王色之后也才达到第3层。世界最强剑豪鹰眼居然不在第1层级，第6层级普通剑士，实力依赖剑本身。普通剑士的实力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全凭他手中的剑。能得到一把名剑，斩断的物体会更多，实力也会高一些。
在这个层级的剑士，往往不会有太强的实力，过度依赖剑本身带来的力量，对霸气和剑术的修炼会忽略。第5层级，霸气与剑结合。进入新世界后，武装色霸气已经成为标配，将武装色缠绕在剑身之上，即便手中没有名刀，也能提升剑的硬度，让实力更进一步。索隆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也才达到武装色与剑的结合。不过索隆的武装色特别强，在第5层级属于佼佼者。第4层级，豪剑级别，能斩断钢铁。进入和之国篇章，豹五郎称自己是豪剑，可以斩断任何物体，也可以斩不断一张纸。庚四郎也是豪剑级别，曾经向索隆展示过斩不断一张纸的能力。索隆对战达兹的时候，在濒临死亡的绝境下，领悟到斩断钢铁的能力，也达到了豪剑级别。第3层级，妖刀级别。对普通剑士来说，妖刀是不祥之物，会让他们丧命。每一把妖刀中都居住着一个恶魔，当剑士无法征服恶魔之时，剑士会因被反噬而丧命。能征服恶魔的剑士就达到了妖刀级别。在和之国觉醒霸王色的索隆，已经征服了2把妖刀，一把是3代鬼彻，另一把是炎魔。现在的索隆属于妖刀级别的佼佼者。第2层级，黑刀级别，将武装色附着在刀身上，经历千百次的战斗才有机会打造出黑刀。能打造出黑刀的剑士属于黑刀级别。这一级别只有2位剑士，一个是和之国的剑圣龙马，打造出了黑刀秋水，另一位是最强剑豪鹰眼，打造出了黑刀叶。索隆的目标是将炎魔打造成黑刀，等到他成功后，也就有了挑战鹰眼的实力。第1层级，白刀级别，根据打造黑刀的原理，不难得出白刀级别剑士的存在。将武装色附着在刀身上，能打造黑刀；将霸王色附着在刀身上，打造出来的刀暂且叫做白刀。罗杰擅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无上大快刀艾斯应该属于白刀，香克斯的霸王色堪称无敌，格里芬也应该属于白刀。将霸王色缠绕在佩刀上战斗，能打造出拥有霸王色属性的佩刀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